你看在这里闹着要回家。我明天再来。明天再来啊？嗯。好，你先睡觉，睡一会儿吧。好的。先睡觉。回去。你不回去，不回去。你回去没人管你，你就已经在我这里住了。我不要他管。他又不肯请保姆啊？你不要他管，你自己你怎么弄？你快躺下睡觉，睡觉。你看他现在劲头大得很，他就要回家。你回家没人管你，你就在这里，明天再说。我不要他管。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你先睡觉。回家。你先睡觉，明天再说。明天说明天的话。你这样子闹人没用的呀。明天不要接我了，我在家待一个时间。待一个时间。待一个时间不行怎么办呢？不行再说。再说你就折腾我呗，来来回回。我妈这几天在我这里身体调养了一段时间，比刚来我这里的时候好多了。现在就是精神啊各方面都很好，头脑也清醒了。因为她状态好的时候啊，她头脑就清醒了。她这几天总是闹着要回家，非要回她的家。我跟她说，我说你回去爸爸不接收你，他不让你回去。她很聪明哦，她现在脑子清醒了。她说他凭什么不让我回去？那也是我的家。然后我和我老公听了，我们都笑。我说：“哎呦，我说你现在记性好了，又不傻了。前几天糊里糊涂，感觉傻乎乎的，现在又什么都知道了。”我说的那是你的家，但是你自己不能自理呀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可以了呀，你看我现在可以走了呀。”然后他就自己走到门那里要回去。然后我老公说：“哎呦，你看他可以单独走路了，墙都不用扶了。”然后那个拐杖也没扶，就强行的就要走到门口那里走，然后我赶紧扶着他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了。像我妈刚来的那2天，我遇到我爸，我也跟他说，我说的，能不能考虑找个保姆？我心想他自己在家待了2天，会不会寂寞啊？结果他坚决不同意，他说的，我现在不需要保姆。你妈妈反正我不管了，你们能管就管，管不了就送养老院。反正我是管不了了。我说那你万一不能自理怎么办？他说我不能自理，你哥哥照顾不了我，我就请个保姆。我说凭什么你一个人就可以请保姆？我说的你一个人请保姆费用多高啊？你以为儿女都是富豪啊？我说的，2个人请一个保姆就比较好嘛，比较合理。你凭什么你就可以请保姆，妈妈就不能请保姆？他说我现在还不需要请保姆，我现在还能自理。他有时候说话把我气死，我都没办法跟他沟通。后来我也不跟他沟通了。结果你看这几天我把我妈调养好了，他又闹着要回家。然后我姐呢也是看我太辛苦了，因为我毕竟还要工作，还要拍视频。我做自媒体这么几年，我好不容易做起来，现在自媒体特别难做啊。我现在已经做起来了，这个自媒体啊，我把它就是放弃了的话也是非常可惜的。然后再加上这些粉丝，特别是一些老粉啊，跟了我几年了，那你说就是如果我放弃了的话，他们也会觉得很失望，然后我心里面也不舍得。所以呢，哎呀，我也觉得我本身做这个自媒体，我自己觉得就是一方面有一些收入，还有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很充实。然后我在治愈别人的同时，也是在治愈我自己，让我的精神世界啊非常的这个就是丰富知足。所以我姐姐就是特别心疼我，她也觉得这不是个长久之计。就是我又要工作又有家庭，然后又要照顾我妈，她觉得我太累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就是等到那个过完年，就是看看找一个这个养老院，实在不行的话啊，找个养老院送去。其实现在的养老院人家条件都还很好的，而且又有老人，很多老人可以在一起玩啊，就是沟通啊，人家也会弄一点活动啊。他说可能生活的还开心。他看我妈这样子闹着要回家嘛，总是要回家。他说他可能在你这里也寂寞，结果我妈就非要强行的回家，我没办法呀。然后我就把她推着
推回家了。推回家了以后，我爸一开门，啊，回来了。我说的怎么办？我说他非要回来，天天跟我闹了2天了。我说我搞不定他了，他要强行自己走回来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说我只能把他推回来，看看你什么情况。然后我爸说，哎，算了，回来就回来了吧。我一个人其实在家，我也就是寂寞，也有点不舍得他，毕竟几十年夫妻了。我说那个你们能自理吗？我爸说能，他说的，只要他现在，我看他现在的状态很好，他说又恢复了，我们就能自理，就能2个人像以前那样子生活，你时不时的来给我们弄就行了。他说真的不能自理的话，到时候再说。我说那你们不能自理的话，到时候再请保姆行不行？他说到时候再说吧。保姆的话我生活不习惯的，我要找保姆的话，我要找形象气质好，我看着舒服的才行。你说他这要求，我去哪里给他找啊？然后去年的时候给他找了个保姆，干了2个月，他以各种理由把人家辞退掉了，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，搞得我没办法。然后钟点工给他找了好多个，换了好多个，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去哪里给他找钟点工了，他都说人家干得不好。然后我姐也跟我说了，我跟我哥我们3个商量了，他这种人啊，像我爸这种性格啊，他找10个保姆他也不合适，他可能让人家干1-2个月就走了，然后又开始折腾我们，不停的折腾我们。我们也想好了，他们真不能自理的话呢，就直接2个人一起去养老院。然后我就跟我爸说，我说的，如果你不愿意找保姆的话，你们2个就直接去养老院。姐姐房子也准备卖了。他一听，他说啊，你姐姐要卖房子了。我说是啊，我说的你们不能自理的话，又不肯请保姆的话，就去养老院吧。这个房子还留着干什么呢？他一听，他说那好吧，要去养老院的话，就我们2个一起去，一起去有个伴儿。他说养老院可能还好玩一点。我说行，我说这你只要同意就行了，你们先自己这样子先混着，看能混多久吧。不行的话，我说的就去养老院。他说行，他同意了。哎呀，我在想啊，像他们这种情况的话，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，只能我累一点了，经常跑去咯，给他弄这弄那了，那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就走一步算一步吧。你说我妈在我这里住，我本是想着她在我这里住，我给她调养好。但是长期的话真的太累了。我这几天我感觉我都累的已经人都垮了一半的感觉，所以我姐也心疼我啊。她说就是你坚持一下，最多坚持到过完年啊，她想办法，实在不行的话，爸爸不接收的话就去养老院了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打算的，因为在我这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所以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现在他回去了，我妈又回去了，又像以前的生活一样又恢复了。就这样吧，走一步算一步。他回去我也轻松了很多，说心里话。像我爸和我妈一辈子啊，性格很好强的，2个人都好强，所以年轻的时候啊，一直都是吵吵闹闹的。哎呀，我们小孩子啊，就是那种就是从小在家里的那种心灵上的那种创伤是很大的。像我们就是成年了，基本上就很想离开家啊，远离他们啊，因为被吵怕了，闹怕了。经常以前在家的时候，半夜把几个儿女叫起来，小的时候啊，然后跪在地上，然后就问他们就要离婚，闹离婚，问你跟谁，你跟谁。哎呀，我们是很痛苦的。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啊，我们都很希望他们2个离婚，离婚就不吵不闹了嘛。我们谁都不想跟，我们只想就是自己赶紧长大，自己过，就是自己出去谋出路啊，不要待在这个家里了。但是他们话一说回来，吵吵闹闹一辈子都没有离婚，谁也离不开谁。你看现在我妈离开几天她就舍不得了，她就想我爸了。我爸也是，你看离开几天又觉得又舍不得我妈了。所以他们2个人的性格啊，真的就是那种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不怎么为儿女考虑，这辈子啊都是为他们自己而活，儿女就是给他们折腾，给他们来还债的。像我爸的话，我都从小到大我都没有感受过多少的爱，说心里话。
反而他越是这样强势，我们的儿女还反而越孝顺，越有责任心啊，因为从小已经担起了责任。我妈妈呢，就是对我还是比较心疼的，因为我是老小嘛。但是姐姐和哥哥的话呢，她也是关怀不了太多，因为我妈妈也是比较好玩的，年轻特别好玩的一个人。所以现在姐姐也是很强势的，说如果你们就是不能那个自理的话，就是自己照顾不了自理，你们也不可能跟儿女住的，你这性格跟儿女怎么住得下去呢？保姆也找不了，就直接去养老院，两个都去养老院。现在养老院说心里话，很多人都去养老院，又不是光你们，我们自己老了可能都是去养老院的。为什么我们能去养老院，以后老了你们不能去养老院呢？因为姐姐是一个就是比较有文化，就是想问题啊各方面还是比较理性，而且也是比较就是能够把握原则的一个人。所以我爸爸呢，就是在这种方面的话，就是关键的时候只有我姐姐能镇得住他，他闹的时候只有我姐姐能镇住他，不理他，强行的，所以他就没办法。像我和我哥呢，就相对来说比较软弱一点，就是基本上都是能让着他就让着他。所以有时候有的粉丝也是说，像我们这种父母啊，其实也是我们惯的了，惯坏了。说心里话，我们做儿女的就是该做的做到了，实在做不到的话，我们也不能愚孝，对吧？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也有自己的人生，我们也要为自己考虑。人家说这个人上了70岁以后基本上就稳定了，身体没有什么大病了，但是50、60岁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如果我们自己不会保护自己，自己不会爱惜自己的话，可能我们的命还没有他们长。其实我们家一共是4兄弟姐妹，我还有一个大哥哥。我那个大哥哥是这个28岁的时候出车祸人没了，然后我一直就是这么多年心里面一想起他我就很难受很难受。但是有时候没办法，人的命运啊，有时候是你自己不能把控的。所以像我大哥哥小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就是一起在这个家庭长大，也是就是吃了很多的苦。然后他大了20多岁就没了，这辈子还没有享受过自己好好的这个人生，人就没了。所以很多事情啊，我现在想得很通，有时候我也是就是很扩大的，就是对人生的这种理念啊想法呀，我是很容易知足的。我觉得人活在世上这辈子特别不容易啊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不管别人怎么说吧，别人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养狗都可以不养你父母。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只有自己知道，自己做的问心无愧就可以了。像我平时的这个视频啊，就是很多的这个心里话呀，拍出我自己的这个生活感触啊，其实都是我自己经历的，就是很多的磨难，心里面承受了太多，所以特别珍惜现在的这个生活啊，自己的家庭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不要吵不要闹，安安稳稳，孩子只要健康平安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。所以我自己就是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，所以我也把日子过成这样的生活。像平时的话，我也会经常出去旅游啊，放松心情啊，因为经常给父母折磨的那个内心啊，内心很忧郁的，有时候都很忧郁，只能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经常出去旅游一下，放松一下心情啊，让自己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，就是一边崩溃一边治愈吧，这就是成年人的生活啊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